做红什么？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 Airbnb。这里一进来就是厨房，然后走过来就是我们的房间，然后就大家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 sofa bed， 对，应该是 sofa bed 来的。这边有镜子，这个天花板还蛮漂亮的，还有小鸟哎，小小的空间。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小小的 corner， 可以在这里吃早餐。对 ，OK， 我现在就是 check in 了这间房间呢。然后这间房间这样看起来呢，它其实还蛮小的。然后这一次我们来这个 trip 其实也是蛮 last minute 的，租的这个房间，不要看它这样小小这样，它一晚差不多马币都要1000多块这样。因为我们马币真的是太小了，然后刚巧就是这一次呢，就是遇到 Paris Fashion Week， 所以呢这一次的住宿呢都稍微比较贵一些，就是比平常就是贵多20到30%。之前看中的一些 Airbnb， 还有一些就是酒店呢，在这个期间都比较贵。总而言之，我还是顺利的 check in 了这一家 Airbnb， 虽然空间不是很大，可是感觉还蛮舒服的。因为刚刚一到这一个区的时候，就看到楼下呢很多咖啡厅，感觉还蛮地道的。然后这一次住的这一家 Airbnb 呢，在的这个区呢叫做马黑区，然后是叫做 Le Marais。听说呢，我们住的这个地方附近呢，它就是算是比较多年轻人会来逛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其中一个区呢，它是蛮多年轻人会来逛的。然后它也是就是很多那些艺术展，也有很多就是小众品牌，还有一些就是买手店。我现在要去冲凉，然后再迎接我的好朋友 Kitty 的到来。想要跟大家说呢，下次住 Airbnb 呢，记得要找那个 Airbnb 呢是有电梯的。幸好我现在住的这一家 Airbnb 呢，只是要爬楼梯爬1楼，爬了1楼，我都整个人就是满身大汗。很多巴黎的 Airbnb 呢都是没有就是电梯的，所以大家下一次就是要找 Airbnb 的话，记得先就是 check 好那个 Airbnb 是有没有电梯的。加油加油！1楼ไปแล้ว。哎，OK。看我的朋友，他今天晚上要出去约会，去吓跑那些男生。可以，你们看我朋友，他们平常是怎么画eyeliner的？画最长。哦，大概是画一个差不多3到4 cm 就够了。就是要人家看到的话就这样子。但是 anyway， 很多人就问要怎样画。其实你眼睛这样子开着，先画眼尾，你就可以瞧到那个位置啊。要不然很多人就这样子关着画的时候，等下一开起来它位置会跑，所以最好就是睁着眼睛这样子画好你要的位置先。给大家再看一下 Kitty eyeliner， 来给镜头看一下。OK， 就是这一支。非常诚恳的介绍，全马最好用的eyeliner，超容易用的，一下子就画好了，而且就是以那个 pencil color 的那种，给大家，就是画水彩的那种毛笔刷的，所以是可以，然后很细，也可以是很粗这样压下去画。真的耶，你看，就很像画画这样容易这样画 ，OK？ 你要画画这样，OK， 可以画细，也可以画小。来，给我买一打。一打12支 ，OK，小小转给你。
OK， 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餐，然后我们要去就是我们 Airbnb 楼下的餐厅，就打算就是去附近随便找一家餐厅吃，给大家看这里，外面超热闹的，它晚上就是很 happening。OK。外面啊，好啊。这里的话，他们很多就是 outdoor sitting， 然后现在天气又凉凉的，超爽的。这一个是我们点的那个披萨，他们家的招牌披萨。这个是我们另外点的一个牛排。然后它那个牛排呢，它是 come with 那个 side dish 呢，我们是选 pasta， 就它的 portion 也超大的。Yes， 红酒也好喝，好吃。没有想到巴黎的意大利餐也这么好吃。哟，整只。No alcohol in after 9, please. 哦 ，no， 哦。在法国呢，就是9点之后就不能买酒了。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呢，是蕾丝。巧克力。Good night， 大家晚安。Good morning, guys。我们呢现在要去吃饭，然后今天的计划呢就是要去咖啡厅吃个饭，吃了饭呢就要去逛逛。今天的穿搭就是这样。里面呢，我就穿了一件 Uniqlo 的白衣，然后搭了一件这样子，米色的外套，有一点点学院风的外套，是之前在淘宝买的，然后搭了白裙。我们到了这一家咖啡厅，可是排队排好长呢。我发现呢，就是巴黎呢，很多就是好像一些比较有名的甜品店呢，或者法国餐呢，都需要排队。我们这样估计呢，大概至少要排半个小时吧。我已经等不及要去吃甜品啦。
喝完下午茶，现在呢要在附近逛逛。这个区呢其实是蛮多一些就是品牌店，然后呢它旁边呢也是一个公园。我们现在要去回去年来过的那一间公园，现在就大家陪我一起走去，来到啊，没有看过你的东西。Hello，我是马来西亚。哦，马来西亚，哦，Hello，好巧哦，还可以呀，Hello，马来西亚，我们现在走去的路。看这个，我的好朋友在干嘛？我就是觉得，外国很好的一点，就是因为天气吧，因为他们的气候比较冷的关系，所以呢，他们就会有那一种 culture， 就是大家就是会出来公园散步，然后会在这里野餐。可能马来西亚的话，有时候天气就比较热，可能就是比较懒惰，想要出去。给大家看那个公园，超多人。现在又要去吃晚餐。这一个区呢，真的很多逛街的地方是这边转右吗？哇，帅哥！你喺邊度啊？哇，你買什麼？哟！我们又回到来了这一家在巴黎的平价西餐店。满满的蟹黄。这个是店员推荐我们点的鸡肉。Kitty 点的这个 ravioli， 它是 pasta， 里面是 mushroom 吧，然后看起来也好好吃呢。来到法国餐厅呢，他们都会给这个前菜面包。法国呢，除了croissant 好吃，薯条也好吃。现在要去吃晚餐，这病猫想要吃温温热热的食物，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找越南餐。It's going to be with this one. We have arrived.
好像每次出国呢都会吃麦当劳。弟弟就是去 Reggie 去工作，然后我刚刚就去打包了麦当劳。这个麦当劳呢不便宜，感觉上它比外面的 restaurant 还要贵一点点。可是我觉得，好像我每次出国呢，我都会想要就是去 try 每一个国家的麦当劳。可是呢，so far呢，我觉得好像没有一间在国外的麦当劳是比马来西亚好吃。因为马来西亚的 McDonald 炸鸡完胜，点了一个 Big Mac。法国的麦当劳 Bacon， 现在要吃 burger。它bacon蛮好吃的，一份好像是差不多12到13欧。我平常应该不会就是有的选的话，应该不会去吃快餐，因为我觉得他们这里其实他们的食物啊，好像他们那些披萨，一整大个披萨才大概一个10多欧。如果这样一个麦当劳一整 set 麦当劳就10多欧的话，我觉得我会我会想要就是吃披萨。而且每次就是去到法国餐厅呢，他们都会给一个前菜，然后前菜又有 extra 的面包。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可以一边看 YouTube， 然后一边就是在家就是吃东西，最爽。我发现呢，我自己很常就是呢，每次我一去国外，我就很喜欢拍东西，就一直拍，就很 enjoy 拍的那个 moment。然后每次回到家，还是就是 after 那个 trip 的时候，才发现原来 during the whole trip， 我基本上就是没有发 IG， 突然间就是那种消失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是我觉得，可能就因为真的很专注的在拍摄。这种感觉也蛮爽的，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除了工作，我就会就是工作我会回复啊这些，可是基本上其他东西的时候都会暂时的消失。So sad. Okay, wrap, cut. Thank you. 拜拜，大家晚安。DJ. Hello， 大家，今天呢又是一个人在城市逛街，因为呢 Kitty 她今天也是有 meeting， 所以我就一个人就是 city walk， 在法国的街道上走来走去呢，很常就会看到很多花。现在呢，就在 Rue Saint-Honore 的街道上逛逛。我觉得呢，来到法国呢，就会让我有很多穿衣的灵感。这里算是一个时尚天堂吧，大家就是很注重打扮，他们的打扮呢都很有特色。有一些呢会是很浮夸的，有一些呢就是那一种就是很随性、很慵懒的那种。I think my mom will like this one also. This one just get it. 很漂亮。帮妈妈看包包。我又回到了La Jolie，然后这一家甜品店呢是去年来到巴黎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就是来这一家甜品店，就是
今年就倒回来这个地方，有一种就是很熟悉的感觉，觉得好神奇哦！就是突然间就很感触，就觉得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快，然后感觉上1年前的我跟现在的我的那个转变很大，但我觉得我的初心还是没有变，我还是很喜欢拍 vlog， 很喜欢跟大家分享。我也是一个非常念旧的人，就好像去年来这里，今年倒回来的时候，又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是他们家的招牌甜品，它是感觉上是它的外层呢是马卡龙。然后里面呢有水果，还有荔枝。它的口感呢好好吃呢，它的外层呢是比较甜一点的，可是它里面的水果啊，还有荔枝呢，荔枝是比较 refreshing， 然后 raspberry 有一点点酸酸的，然后它的那个酱呢，好像是有带一点点就是荔枝味这样，整体的搭配呢非常的好。